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上一周跟各位介绍完和尚鹦鹉，还没有看的观众也可以回去看哦。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票选最高的小太阳鹦鹉。上周我也有在脸书发放有关追尾鹦鹉的问卷，得到60位鸟友的分享心得以及经验。这一集将要来跟各位分享这60位鸟友的经验分享，以及小太阳鹦鹉的基本介绍。如果你还在抉择这种鹦鹉究竟适不适合你，欢迎继续看下去哦。那金太阳的部分我会把它独立出来，之后再做一集专门介绍。OK， 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开始吧。什么是追尾鹦鹉呢？有别于其他的鹦鹉，所谓的追尾就是在形容这种鹦鹉它的尾巴是属于那种尖尖的形状，它的身长大约26公分左右，正常的体重大约是60到80克，它们的种类真的非常多啊。我就统计出来一些比较常见还有比较特别的追尾鹦鹉来跟各位做介绍。如果有没有讲到的，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最普遍的小太阳啊，叫做绿颊小太阳。这种鹦鹉呢，它栖息在巴西与阿根廷附近的地带，南美洲潮湿的森林是非常适合它们的。从外观来观察它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胸口有非常明显的鳞片斑纹，脸颊的双侧呢是青草绿的颜色，腹部的部分是偏红色的。当然它们有非常多外表不同的物种，包括了我们所谓的凤梨小太阳、黄边小太阳以及肉桂小太阳，不外乎呢也会有一些蓝化、黄化的改良品种，它们的数量相对比较少，而价格呢也相对比较高。这些品种的饲养人口啊，在追尾鹦鹉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追尾鹦鹉它大受欢迎，像是所谓的红腹小太阳。这种小太阳啊，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绿颊小太阳常常会搞混，因为它们长得非常相似。它们的身体大部分是呈现绿色的，而它们的额头前面有一段窄红色的毛，往后渐渐变成暗棕色。最简单观察红腹小太阳的方法就是看它们的尾羽。红腹小太阳它尾羽的表面是呈现绿色，而背面是呈现红褐色的。那绿颊小太阳的部分，它双面都是红褐色的。如果你看到一只小太阳，它的头部啊是呈现黑色，而腹部红色的面积超级多，而且它红色的羽毛啊不是一般的红色，是鲜红色的。这就是所谓的鲜红腹追尾鹦鹉，也是相当有特色的一个物种哦。在小太阳的品种当中，也有一些是属于比较淡色系的，像是月亮小太阳、香吉士小太阳以及薄荷小太阳，外表非常温柔可爱，胸口的鳞片纹路也不会像前面讲的小太阳那么明显。小太阳鹦鹉的颜色非常多变而且丰富，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存在着其他种类的追尾鹦鹉，像是我们看到的珍珠小太阳也是其中之一。翅膀的边缘呈现红色，而脸颊的地方是蓝绿色的，生活的位置在巴西与秘鲁一带，身上的鳞片纹非常明显，很像一颗颗的珍珠，外形也十分讨喜可爱，因而大受欢迎。你知道黑帽小太阳吗？它也是世界上的小太阳之一哦。生活在秘鲁、玻利维亚一带的它们，栖息在云雾缭绕的山区，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们好像顶着一顶黑色的帽子，翅膀的边缘一样是呈现红色的。它的嘴喙颜色相较于前面的鹦鹉是没有那么样的黑。最后在南美洲的北部也有一个我认为最具有王者风范的追尾鹦鹉，这种鹦鹉叫做彩绘追尾鹦鹉，也被俗称为彩绘小太阳。饲养的人口不是那么多，它的单价也不低，受到人为环境的开发威胁，它们被列为2级保育类动物。脸部几乎是红色的，它们的耳羽呢是呈现黄棕色，跟它们的脸部形成明显的对比。而我觉得它们是追尾鹦鹉当中外表最特别的一个物种哦。那以上就是这些比较常见小太阳的基本介绍。你养了哪一种小太阳呢？还是你最喜欢哪一种小太阳呢？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的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哦。再来，我们来谈一谈小太阳的饮食以及平常的照顾。小太阳的寿命差不多10年到15年，如果有良好的照顾，最高甚至可以高达25年的寿命哦。至于它们的雌雄，一样不容易分辨出来，都是要利用 DNA 的检测才有办法知道结果。野外的小太阳主要是吃一些干燥的种子、花朵、水果以及野莓，还有部分的坚果。平时的营养补充上面，你可以为它准备一些小米、
荞麦、燕麦这些谷物饲料之外呢，你也可以提供它一些浸泡还有发芽的葵瓜子、煮熟的豆类、水煮的玉米，它们也都非常喜欢哦。这种鹦鹉啊，它们非常喜欢水，如果可以的话，每天都要为它们准备干净的清水，让它们沐浴。个性也是属于活泼可爱型的，因此你可以提供它一些觅食玩具、秋千，还有木质安全没有上漆的木头玩具，安全的皮革玩具也是不错的选择哦。笼子的选择上面，空间最好是2尺以上，给它一个足够的活动空间。材质也尽量都要选择不锈钢的。繁殖上面，追尾鹦鹉差不多都是春夏这些季节开始繁殖。繁殖的难度不高，几乎整年都可能会繁殖。大多数的追尾鹦鹉是多产的鸟儿，但是有些不是。巢箱的选择上面，你可以选择直立式的巢箱，跟所谓的玄凤鹦鹉，它们的大小相同就可以了。它们大概1岁开始会有繁殖的能力，但建议18个月以后的鹦鹉再进行繁殖，尤其是母鸟，它们1年大概可以繁殖2到3次，每一次大概生4到7颗蛋。繁殖的期间尽量不要去干扰它，也尽量不要去翻动巢箱，因为这有可能会导致母鸟它受到惊吓，而影响它们的蛋，还有甚至伤害到幼鸟。它们的孵化期差不多24天，幼鸟的成长需要7到8周。它们虽然是属于这种比较多产的鸟儿，但是也尽量不要让它们过度的繁殖，这样子会导致繁殖的品质大大的下降，甚至以后也不容易成功的繁殖了。我统计了60位经验丰富的鸟友，给新手爸妈一些建议。首先，70%的鸟友当初是被小太阳鹦鹉它可爱的外表所吸引的，而第2高的饲养原因呢，是因为朋友或者是亲戚的送养，又或者呢是鹦鹉飞失而找不到它们原本的主人。大家如果想要养小太阳的话，不妨呢找一些送养的资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而再来根据数据的统计下来，最多人饲养的是绿甲小太阳、凤梨小太阳，还有黄边小太阳。新手爸妈也可以从这些品种当中做挑选。接下来进入鸟友的 Q&A 时间，你认为小太阳适合新手吗？有80%以上的鸟友是认为小太阳是适合新手养的，照顾起来它的难度相对不高，适应的能力强，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它并不适合新手。其中一位鸟友他在养了玄凤鹦鹉之后，发现小太阳它很爱咬人。其他不推荐饲养小太阳的鸟友，几乎都是因为小太阳在成年之后，它的个性有变化，变得比较凶，咬人的习性，他们认为在比较不适合新手来饲养。那第2个问题，你养了小太阳之后，印象最深刻或者是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会不会后悔饲养它们呢？先来讲鸟友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一位鸟友他告诉大家，他的小太阳鹦鹉呢，在雏鸟的时候喂它奶都不吃，后来他才发现是因为水温的问题，水温不够。这个部分呢，我也要告诉大家，其实任何的雏鸟都一样。我们在饲养幼鸟的时候，你如果温度太低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幼鸟的食欲不佳，而产生不进食的情况。这一点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再来，小太阳鹦鹉它们长大之后，学习的能力强，亲人像是不顾一切的保护饲主，活泼的喜欢飞到饲主的头上，飞到人的头上，还有看到人就会一直兴奋的跳。也有一些小太阳，他们爱干净，不会在家里便便。最有趣的是一位鸟友跟大家分享，他没有去验这一只鹦鹉的公母，而有一天突然在他面前下蛋。有一些鸟友也被他们突然讲话的声音惊喜到，像是叫自己的名字、同伴的名字，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会发出类似讲话声音的反应。还有人觉得小太阳的叫声很像黄色小鸭被踩到的时候的声音。由此可知小太阳这种可爱活泼的个性呢，实在是让有养过小太阳的鸟友难忘。那最困扰的事情是什么呢？通常很多只小太阳养在一起，它们的叫声会非常可怕，还有叛逆期的个性变化。那最困扰的问题比例最高的还是前面讲到咬人的这个问题。这边跟各位分享，有一位鸟友他提供了教育方法，虽然说不是100%有效，但是各位也可以试试看。他是这样说的：当小太阳站在他的肩膀上的时候，他常常去咬他的脖子。他最刚开始呢，都会跟他 say no， 也有试过不准让他上肩膀这些行为，因为他实在是咬得太痛了。他现在使用的方法就是拿着指筒去指着他，然后敲打自己的肩膀，跟他表示不行咬。那小太阳的反应就是会转移视线，转移注意力，而去咬那个指筒。最后那只小太阳的感情跟主人一样非常的好，
它并没有因此讨厌主人，但是改善咬人的效果好像也不是那么明显。再来，小太阳它会记恨，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还有粪便的困扰，也是需要饲主花时间做整洁。但是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完全不会后悔饲养小太阳鹦鹉哦。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今天有新手想要饲养小太阳鹦鹉，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首先，大家都一致的认为，你在饲养之前一定要做功课，不论是阅读相关的书籍，又或者上网找寻相关的资料，充分的了解这种鹦鹉的习性、它的特性、饲养的方法，仔细的评估你的环境是否适合饲养，有没有办法接受叫声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遇到一些意外你应该要怎么样处理？所谓的意外，不单单是指像骨折这种物理性的受伤，也包括平常可能会有肠胃道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天气变化而造成感冒，你一定要先搜寻你家附近的鸟医院，以备不时之需。在幼鸟时期，你一定要注意温度、奶量，你需要非常细心的照顾以及陪伴。长大之后也会非常的黏人，你需要时间来陪伴它们。有些人会建议你可以养2只，让它们互相陪伴，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如果你有饲养其他的物种的话，也要记得分笼饲养。它们的个性比较凶，容易去攻击其他的生物，也包括你。睡觉的时候不要给它铃铛，否则它早上一定会叫你起床的。以上就是我帮各位整理追尾鹦鹉一些简单的介绍，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你。小太阳鹦鹉哪一点最吸引你呢？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小太阳鹦鹉的话，也可以给这支影片点一个赞。下一集想要我介绍哪一种鹦鹉，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区告诉我，票数最高的鸟种就会在下一集的影片做介绍咯。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可以分享哦。看完这支影片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更多个人的即时动态也可以到我的 IG 去看一看。我是 Jack， 每个礼拜五下午5点，鹦鹉小木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